iPhone 17终于加入了 VC 的散热，那这个可能是有 iPhone 以来散热上面最大的进步。那 iPhone 16E 才刚出没有多久就已经有灾情了嘛？那这个灾情如果你碰到的话，应该怎么解决？大家好，朋友，我们今天有2则苹果新闻来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读完这些新闻之后呢，我们也会在新闻的背后来分析我们的看法。那最后也会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加入讨论。OK， 感谢 Insta360 的赞助，让我们可以持续更新最新消息给大家。那现在刚好是他们的春季大特价，最近有要买运动相机啊，360旅游相机和 iPhone 官方 HomeKit 搭配的稳定器或是配件，都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连结或是折扣码来购买。那除了折扣优惠之外呢，用我们的折扣码和连结，很多机型都还会有额外赠送的小礼物。那刚好放假要去旅游外拍的，可以先买起来咯。我们直接开始嘛，那我们来看第一则新闻哦。他说 iPhone 17终于加入了 VC 散热，那这个就是 Vapor Chamber。但是新闻的讲法，他说顶规的机型它的散热会更加的提升跟稳定，那所以可能是在 Pro 跟 Pro Max 系列而已嘛。那这个报道里面指出 ，iPhone 17系列预计将首度导入 VC 散热版 Vapor Chamber 的散热技术。那这项许多安卓旗舰手机早已采用的设计，将有效解决长期以来过热的问题。这是新闻讲的哦，不是我讲的。那新闻里面指出呢，至少 iPhone 17 Pro 与 Pro Max 2款高阶机型都可能会采用这个系统。那著名的分析师郭明奇他们有预测，仅有 iPhone 17 Pro Max 比较大的机型这一款会搭载这个技术。那在中国那边另外一个科技网站 MyDriver 他们是说整个 iPhone 17系列都会采用。那这边也讲解一下这个技术啊，他们在利用内部的液体在过热时蒸发，并在外壁凝结的物理原理来进行降温，那能大幅改善晶片在高负载运作的时候的稳定性。那相较于目前的 iPhone 他们只有使用这个石墨啊，还有金属被动的散热片，那这项技术能更有效率的将它的热能分散。那像是 Google Pixel 9 Pro 啊，还有在三星的 Galaxy 机型上面，有些有看到这样的技术导入。那郭明奇呢进一步的指出 ，iPhone 17 Pro Max 将采用 VC 散热版与石墨散热结合的设计，为高阶的手机树立散热的新标准。那这个其实我们在先前的爆料也有提到，有人分析过 iPhone 17这次散热会有非常大的进步，但是没有直接的讲到说会使用 VC 的散热版。那他们说，其实苹果早在2021年开始就已经在测试这项技术植入到 iPhone 机型里面的可能性。好，那这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的看法。那其实 VC 这个散热版后，在我们刚刚提到嘛，其实它的机型上面，在 Android 系统里面并不算是少见。那这个我们现在有讲过，因为 Android 的这个厂商他们就是非常的竞争嘛。那有一个厂商它导入更好的散热技术之后，其他厂商他们也必须被迫要跟进，不然市场上面直接就有比较出来说，为什么别人有你没有？那同时呢 ，Android 其实他们为什么会那么早就导入这个散热技术，也是他们在当年高通的晶片，其实在散热发热的表现并不是这么好。那所以早在大概4-5年前他们就已经在比较说，怎么样可以让他们 Android 的机型啊，旗舰机型上面在搭载高通处理器的时候，它的散热表现可以更好。那这个对比苹果来讲呢，其实一直以来，虽然说苹果散热并不算是有太多的琢磨设计在里面，但是因为毕竟先前处理器的表现都还算稳定，那在那种情况下，当时的苹果也多年以来好像没有太去着重散热上面的设计。那这个其实也不止在 iPhone， 像我们先前使用的苹果长年以来的经验啦，在 PowerPC 的时代啊，后来换到 Intel 的时代，在 Mac 上面啊，在 iPad 上面，他们其实在散热的部分都只是逐年在加强。那甚至先前有非常一段的时间，苹果在散热的部分有点算是不作为的这种情形。如果你是长期使用 Mac 或是苹果产品的人，应该都有印象。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很高兴这次苹果终于要正视它的散热，因为我们第一次碰到我们觉得在 iPhone 上面有比较严重散热的问题的时候，就是 iPhone 15 Pro 跟 Pro Max 的系列。那当年我们也拍了非常多的测试影片。那我记得我们第一天开箱拿到手机的时候，一上手它就有过热的这个情形。那当时拍的这个影片也是有人赞同，有人很生气，反正就是我们就是把真实的情况把它展现出来。那我觉得也很高兴啊，就过了2年之后，我们看到苹果其实算是蛮快的，就在散热上面做了很大的改进。如果真在 iPhone 17系列里面，那可能至少在2支里面有加入这个 VC 的散热版来讲的话，那我就蛮期待看到它的表现。因为我们今年在测试 Google Pixel 9 Pro 的时候，先前测试 Google Pixel 6的时候，7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它有这个过热的问题。那当初提出来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它的散热也是逐年的改善。那在9 Pro 的时候，他们加入了这个 VC 散热版。那我们实际测试真的对比先前有非常大的进步。那近年来的手机处理器越来越强，那他们所在上面使用的功能越来越多。那以苹果来讲，他们常常在强调他们在拍摄影片上面，不管是空间影像或是支援更多专业的格式，同时可以记录
更大的档案下来的这种情况下，那我觉得散热的增加真的是非常的必要。那到底实际表现怎么样呢？苹果加入的这个 VC 散热片会多大片，还是像先前的这个散热设计一样小小一片的这个石墨片呢？我们都蛮期待，到时候可以实际上手来测试一下。好，那下一则新闻就是关于 iPhone 16E 这个手机哦。那有人说现在是接连出包啊，果粉在抱怨说怎么这么快就有灾情传出。那这个新闻里面提到，他说 iPhone 16E 上市仅2周，那就有大量的使用者在苹果这个资源社群啊 Reddit 还有 X 平台上面分享它蓝牙连接的问题。那据富比士的报道，还有其他的媒体都有提到，使用连接蓝牙喇叭或耳机，包括是 AirPods 或是 Sony 其他厂牌都一样，那音讯会断断续续，甚至是完全中断，那严重影响它的使用体验。那也有人查到说，这个问题似乎和你同时连接多个蓝牙系统的时候会更容易发生。那比如说你同时连接这个蓝牙耳机还有智慧戒指的时候，它发生的频率就会增加。那有人即使更新到 iOS 8.3.2，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或是他们更换新机啊，或是恢复原厂的设定，都还是一样存在。但目前呢，已经有 Reddit 的用户他们实际测试说，他们更新到测试版这个 beta 版的 18.4 之后，他们在3天这个测试下来，已经完全没有这个问题。那虽然苹果目前没有正式回应这个部分但是如果真的在 beta 版本里面测试不出这个问题的话，那可以代表说这个其实跟硬体没有任何的关系。那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因为毕竟 iPhone 16E 可能是首次搭载苹果 C1 晶片的这个机型，会不会是这个 C1 晶片对蓝牙有什么影响？那现在看来，如果是这个韧体更新就可以解决的话，或许大家可以就等到4月这个 iOS 8.4正式推出的时候才更新，就没有这个问题了。那最后分析一下我们的看法，其实我们对这个东西，我觉得至少我们知道说不是硬体的问题，心里感觉就好像安心很多但是苹果近年来其实也不止苹果啦，我觉得各大厂商可能因为他们手机上市都要赶着这个周期出来，很多时候他们在刚出来的时候本身都会有一些比较小 bug 小问题在上面。那就是说，当他们在发售这只手机的时候，其实它还不是真正更完整的版本。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很多方面可以去讲。那第一就是他们产品周期真的是赶得非常紧，比如说 iPhone 啊或这些旗舰机，一定是每年都要推出一支。那这种时候在周期那么赶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真正足够的时间跟这个资源去测试它的这些软体或者硬体上面的表现？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是值得怀疑的，应该是没有办法。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要看到说，在真的发现问题的时候，他们解决的速度有多快。那同时我们也分享一下以前自己工作的经验啊，真的我们在 QA 的阶段，我们能测试到的大概就这么多。我们即使花了很多人力跟时间，可能花1整个月去测试我们所有可能可以想象到的情况，但是总是还是有一些小疏漏没有办法全部测试到。那这种有时候真的也是等它正式版本推出了之后，这些广大的用户一起来使用的情况下，更容易帮我们找到到底有什么小 bug 在里面。那我觉得这种时候就看这个公司负责的态度啦，抓到什么 bug 他们会尽力就是排除所有的东西，先停下来去解决这个 bug。那只要是可以处理的话，我觉得大致上都可以接受。但如果真的是硬体上面的问题的话，就像我们刚刚上面提到这个散热 iPhone 15 Pro 系列上面来讲的话，那真的就是比较无解了，你就只能等下一代的更新，或是买新的产品去更换掉它，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好啦，我们今天就是快速分享这2则新闻，因为很多人在担心，不管是 iPhone 16E 的灾情问题啊，或者很关心到底未来 iPhone 17它的散热设计会不会有所改变。那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在下面一起分享，一起讨论。OK， 那我们今天苹果新闻快报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见，拜。